真的是好久没更新，太想逛市集这个系列了，也刚好遇到这1年1次的左营万年祭活动，那就特地搭捷运过来这里凑个热闹。原本想骑 U-Bike 过去，想不到这里有接驳车可以搭，算是还挺方便的。这班次还算密集，不到8分钟就有一班，而且还是直接送到孔子庙旁边，不用再走一段路才能到达活动现场。本来这左营万年祭活动之前就一直想来记录了，只是时间不凑巧，一旦错过就要等明年。所以这次特别拉出一点时间来这里拍摄。如果有喜欢这系列的观众，也别忘了按赞、订阅支持一下。说到这左营万年祭的活动，除了一般市集摊贩，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引火狮活动。说起来，这个引火狮的活动是个很年轻的传统习俗。比较起新乐街、冈山南卓会这种几十年甚至100年历史，引火狮这活动的记录是起源于2001年开始，至今也有20几年历史而已，但也变成高雄重要市集活动之一。从左营在地没有出现过的引火狮，一直到现在的万年祭，市府与地方传统庙宇的推力可说是排除万难，最后演变成高雄每年1度的盛大传统习俗活动。自2001年开始，由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每年所举办的活动，用意于推广在地特色习俗。而万年祭源于在地庙宇的宗教庆典活动。有一说法指出万年县县治就位于左营，但另一说法认为在台南市仁德区，故名万年祭。由于有市府大力推广，所以万年祭活动1年比1年热闹。而今年更衍生出许多周边公仔活动，还有多国翻译手册来服务外国游客，甚至还有这种现场活动来集点，但每个活动点前都大排长龙就是了。碍于时间点的关系，所以我没有特别去凑集点数来玩，但看别人玩这个大型摇乐也是别有一番趣味。不过看奖项是也还好，凑个热闹来玩也不错。主要还是现金抵用券为主，算是增添一点逛街的乐趣。摊贩市集的部分分为2大处，第一个就是卡巴卡市集，在孔子庙这里的主舞台，许多活动也是从这里开始。摊贩的走向也比较偏文青风一点，另一方面也较为不那么拥挤。如果只是想体验一下万年祭的味道，这区摊贩加主舞台的活动就足够逛一阵子了。如果要走到龙虎塔那边，又经过超级的传统市集摊贩，有带小朋友或年老者，要特别注意安全。这里的道路是真的很挤，虽然外侧还有小路可以走，不过人潮的推挤情况还是蛮严重的。从孔子庙走到龙虎塔，单程要1.2公里，来回就是2.4公里，加上人挤人，至少要走1小时。要逛之前，还是要考虑一下。那这边就先抄个捷径，走外面靠莲池潭的景观道路。如果不是要挤摊位，走外面这条还是可以走的。很多民众也是餐点买了，就在这里席地而坐，一边看个湖景，一边享用美食，也挺不错的。那既然来都来了，不进来挤一下就不像是来逛万年祭了。要提醒各位观众，我这是下午4点的时段，人潮还没那么拥挤。最可怕的是晚上7点过后，真的是寸步难行。师傅这里有网络上的现场直播，可以让你不用进来挤，也能体会到这种热闹感。那沿途的摊贩那么多，其实重复性很高。如果看有喜欢的，价格对了就可以买了。走到后面几乎都是一样的而已。不过传统市集摊贩也就是这样才叫传统。如果是真的要来看引火狮活动，是有特定的时间。这边也要跟各位观众说声抱歉，这是引火狮的时间点，
刚好有其他事要忙，所以这次没办法用影片记录到，只能用单纯用文字叙述。等明年再来一次左营万年祭这里，把整个引火狮的过程好好的记录一遍。那这边也简单叙述一下整个引火狮的流程，让各位观众参考一下。左营引火狮的流程主要包括火狮点睛与祈福巡礼，并以送火狮仪式达到整个活动的最高潮。点睛仪式后，火狮会从城隍庙或元帝庙等指定地点出发，沿途进行踩街祈福游行，从莲池潭周边延伸至左营主要街道，串联周边的庙宇活动，形成一种东方美学的嘉年华游行。最后在众人的祝福之下，迎来便是活动的最高潮——烧火狮。会结合烟火、灯光和特效，将火狮烧掉，象征将信众的愿望带上天。这也是市府近年来很难得将地方习俗活动成功升级成为一个兼具文化与传统结合的习俗活动，更是透由这样的习俗，将左营万年祭推向国际。当天在逛的时候，真的是能遇到很多不同国家的游客，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台湾之光了吧。那说到高雄国际著名景点，一定是首推龙虎塔。单看机场旅游广告跟许多介绍高雄的观光资讯，一定都会有这一个龙虎塔的意象图腾。但值得玩味的是，这龙虎塔严格来讲是私人产业，是左营慈济宫在民国63年所建造而成。那以当时的时光背景来讲，许多的庙宇建筑都是神明所指示搭建而成，这龙虎塔就是有这种赈灾祈福之用的目的，而一直延续至今。那在前2年，因为年久失修而特别重新粉刷加强构造，所幸在今年万年祭之前，能以崭新的风貌，为左营万年祭的活动再添一股色彩。那走到龙虎塔前，必先经过九曲桥。这九曲桥也是带有来头的历史典故，最早源自中国古典园林，其弯曲的设计具有独特功能和象征意义。九曲桥的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吉祥与尊贵，有九九归一、九五至尊的说法。因此，走九曲桥带有趋吉避凶、送走困难的含义。所以，通往龙虎塔的这段九曲桥，或许也有这样的含义吧。那龙虎塔的整修完工后，游客自然也多了不少。我频道内有一部莲池潭自行车的影片，有记录到未完工前的龙虎塔外貌与摆饰，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参考看看。顺便也能在闲暇之余用自行车来体验莲池潭的美。走到这里，我是觉得这边该是一个最佳拍照点的位置，来给各位游客来参考。真的是走到哪里都是人，根本很难找出一个最佳的拍摄角度。一路走来都到处在闪别人的镜头，真是不好意思。那也许久没来入龙喉，出虎口趋吉避凶了，这次也就来趁这个行程来走一趟吧。由于拍摄时间过晚的关系，龙虎塔只开放到下午5点半。这次就单纯走一趟，不特别爬上塔顶了。那自龙口进入后，就可以看到墙上的石雕作品，分别为24孝图跟10殿阎王图，描述罪恶之人死后在地狱遭受阎王审判惩罚的情景。虽然不比在麻豆带天府的18层地狱之景象，但或多或少也带有警示的意味。那龙口的最后，供奉这地藏王菩萨也颇有救世之味。那如果有时间，可以选择从这里爬上龙禅塔塔顶，或者是继续往旁边走。塔内使用双螺旋塔的设计，所以上下塔的访客并不会混在一起。这边也是欣赏整个莲池潭绝佳的视野之一。那虽然这次没爬上塔顶，不过还是要跟各位观众告知，塔顶的栏杆偏低，有带小朋友上塔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就是了。那龙虎塔的塔顶没有通联，所以要上虎禅塔，就要从虎禅塔这侧才能上去了。接着就要出虎口了，这边的石雕也有特别的含义。这里主要是7车贤士与36工匠的图像，并供奉至圣先师孔子。这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要摸个虎牙再出去。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都市传说，或许也象征着逃出虎口的感觉吧。不知道各位有来逛过龙虎塔的您，是否也摸过呢？虎口这里也是拍照热点，一出来就被镜头包围住了。那整个左营万年祭跟龙虎塔的介绍也差不多这样，很可惜，这次没拍到引火狮的过程，就只能等明年了。
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支持按赞、订阅跟分享。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